这步真是难到我了。嗨，嗨，哎呦我妈，扛不住了。休息会儿吧。那个鱼真的还得杀。之前好像上回弄是有手套，然后这回没找到手套，我就徒手弄，就能感觉到。你试试那个布的行吗？那种细腻的肠道。我能感觉到你的绝望，以及细腻的肠道，以及有些时候还没来得及上厕所就被网出来的那些残渣。雨东，咱给小马对一下那啥，把那个都表报上。马，你啥时候能咱一起做那个方案？啊，你说做那个后院的是吧？对，设计一下，看看都哪个地方摆什么东西好看。对呀。那我把模型倒过来看一下吧，先。这个很初步啊，就是大家看，但只是它的参考价值呢，就是整个它的尺寸。反正我们就帮忙想一想哪个地方该放什么东西。这个地就是想插点围栏嘛。哦，这个地方围一个是不？这块围上。明白。哦，它这是做成了一个什么3维的简易的模型，简构图是吧？对。哇，这个好有意思。差不多类似于这种。可以。中间那个菜地对面是长天幕和长排的那个桌子和椅子，小的。明白。哦，对，可以，大概是这种感觉的，嗯。然后其实我是觉得旁边就是可以铺鹅卵石。这个路就是石头路了。然后其实这块也要延过去，延到那个咱们那个两个石板木头那块。哦，就是它一直延伸过来，对不对？对，这边也有。这个分到这儿，往这边走一条就行。天幕这边是有石头了，就不用往那边再重新铺了。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试一下啊。OK。哇，你做这个好快啊，感觉。OK，这就很好了。马哥，你这个技能好强啊！我截几张图给你看一下，然后完事之后，反正模型我随时可以打开。OK。那地坪还做吗？它底下就是这个样子。这可能到时候就铺点鹅卵石吧。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就顺便捡点？就这个岛上有个特别的紫色石头，东角村什么都有，就沙滩有。对，其实我们是可以骑2个3轮，然后拿2个铁锨就去铲。可以。那出发吧。可以。哎，这行不行啊？这个石头正好是吧？对，我们把这块的全建上。对啊，就搓点这种的吧，这种感觉是废弃不要的，别搓人堆儿了呗。哎呀，来，木刀给我呀。咱们准备做一个黄鱼宴，也是我们一个试吃会。好。对，你们要来提点中肯的意见。好的，肯定要提狠意见。对你一定要忠言逆耳。对，我肯定要提狠意见，你才能更大。对，是吧？是的。对，骂的越狠，我们进步越大。是。这几天其实大家都挺累的，就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对，能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团队在慢慢走上正轨。上次那2个方案呢，我们之后又进行了一些改进，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在驱车前往这个杨国伟的路上，或者在走路的路上，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建筑的一个欢迎的姿态的，所以这个斜的就是入口的方式呢，也是去迎合。然后它的主立面就是一个上下2层割裂，但是又有联系的一个状态。
在建筑上我不多评论，这结构上还是挺好。但是如果你想达到这个施工图的深度，这个足够的能适应的这个结构尺寸的这些构件，先体现到你们这个方案里面去。比如说这个板，如果咱们按照这个钢结构来做的话，你要考虑这个结构它可能会有多高。我这周3去了，然后咱们就可以更多的去讨论这个方案，把你这个方案能基本确定下来。好，谢谢各位老师时间，好，拜拜拜拜。今天的方案离我们要建成一个真正的礼堂，切切实实的推进了，很多东西已经从想象一步的变成了现实。保持自己节奏，把这件事情推进，那2个月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今天测完这边，感觉时间还是非常紧，我回去还要算造价呢。时间紧不紧的，回去再盘吧。但我感觉你现在好热，早上真的很热，我们走了这么久，流了好多汗。不过幸好我有海之盐能够补充电解质。我们好默契。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海之盐好好喝，我感觉汗都凉了。回去吧，走吧。慢来，好。对，就把这块往外先铺上。坑这块是吧？对。铺吧。OK。把着它。哎。这搁着是效果也差不多吧，拿锹平一平，冲一冲试试。这铺盖也还行啊，对吧？嗯，其实我觉得还可以，一晒就好了。冲完之后晒完之后应该能挺好看。嗯，这个就不用铺了呗，这是已经有水泥了。对，那块不用铺了，主要是前脸那块。前脸从前脸到这儿，2袋这么多，你算算，1堆儿、2堆儿、3堆儿、4堆儿、5堆儿、6堆儿、7堆儿、8堆儿、9堆儿、10堆儿、11、12、13、15堆儿，能把这边能铺满。哎呀，哥哥要干活了，你上来吗？上来，你还真上来。姐，你也是挺神奇的一个小狗。那我们出发了啊！上微博参与岛屿少年话题讨论，和少年们一起改造海岛。要命了！我把500斤想的太轻松了，这有点愚公移山的意思啊。你就帮我们卸卸沙子。可以啊，我来。哦。好，行，没事，你去吧，我可以拖动的。你可以吗？可以的，去吧。砰砰，这袋砰砰沉，你敢上去？我确实劲儿哎。这个就是看着轻，石头老沉了啊！而且炖的时候还不能把袋儿炖坏了。是，那我去那边啊。你要帮忙吗？你的窝？我不用，那边缝个门很快的。哎呀。全鸡汉堡吃好，共建快乐海岛。本节目由快乐建岛搭子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首席赞助播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嗨，吴老师 ，come on， 过来，老师好。
饭吃饱没？下午要干活了。让我们大干一场，战斗开始。那就是传来了吗？对，传到了。哦，准备了，准备了。走，我们走，慢点，慢点，慢点。准备吧。对，还是注意一点，安全第一。好，没事，我现在有经验，我昨天掉过一次。老船员了。这不是要经验。丁老师，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我们可以观摩学习嘛。对，第一把我们就编上。我这么小。3到5公分。你看，这些就是因为一些应急损伤啊导致的一些运输的损耗。只要鱼折腾一次，它就有损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鱼尽量少折腾它。来了，然后从下面撑起来，一边拉一边抖。对，抖一抖，肯定你鱼如果一直挂在网上，它就死了。小心点，可以过来，可以过来，这边看。哦，你看这一桶就来了，然后这时候要速度很快了，要往那边跑了是吗？这个阿姨很厉害，你看。对，阿姨双手，厉害的。它这个倒，有更多的去倒动在里面吗？它比较需要高处往下倒，这样可以冲散掉粘液。那你们这一筐是多少只啊？之前是大概10万尾一筐，然后经过分析了以后，我们现在是4到5万尾一筐。我们布苗肯定是要有规律的，每一筐苗密度不能太高。鱼苗它也是要氧气的，而且一旦密集了，鱼体会分泌粘液。你一条鱼裹在一堆粘液里面，那这条鱼就可能会窒息。粘液，这就是粘液，它现在就先把粘液捞起来。速度要快，敢接吗？敢接怎么不敢？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小心点，一桶来。走，来，给我走喽！快，冲啊，冲啊！来，我来，给我递过去。辉哥，我这放哪桶啊？你放这边，陈涛，你放这边。哪边？这边这一筐，对，高点倒，对，高点一次性倒完下去。对，一次性，速度快点，对，要随手要稳。没事，到里面，没事，没关系，来，没事。如果鱼苗有到排板上，我们都是用水冲下去。对，我刚一个刹车没抓住。没事，没关系的。啊。哎哥，你的桶，飞哥，你桶，我桶就不要了，掉头就。但我2桶来，我还是不太敢，我很怕洒了是吧？洒了，太多生命了。想看我的这样子，横一点，是，对，横一点，一次性冲下去。对，没错。太难狠了，我试一下。没有，我可以，给我，先让一下。那这把我会这个，我会抢救，我会。给，没事，先让一下，先让大姐，真是抱歉，我帮你倒。我们到筐里的时候再做这个倒的动作，要不然它会洒在排板上。对。然后一气呵成。一气呵成。对，到这边，对，没错。懂了。我帮你倒。来。对，没错。掌握得很好。我都会了，搭档。啊？我都会了。你会了吗？会了。可以。来。我应该2桶可以了。没事，一桶来也没问题的。这边最。我来。OK。对，这回没错，就是这样。OK 啊，只要找到节奏，这个我觉得相对还 OK。对。OK，看来掌握了，掌握诀窍。这一网结束了，2/3了。像这种黏的，它就是鱼的粘液，丁真，看到没？这个摸上去滑滑的。鱼的粘液。对，如果轻轻的倒下去的话，它会困在这个粘液里面出不去。
对，所以我们要稍微高一点刀，就会把这个粘液冲散开了，冲散开了，它鱼就能游得出去。懂了。粘液比较急的地方，然后鱼漂上面的，你就尽量给它搅起来，像这种搅起来，然后呢，让它那个整个的粘液不要再附着在鱼上 ，OK 吗 ？OK。地松家我人容。可以了，回家喽，最后一两头。来我帮你，可以，我可以。哎呀，倒的如鱼得水啊！那必须的。那刚刚我们新放的还有哪几筐？前面都订正都干差不多了，都没了。那后面呢？啊，刚刚后面几个下子呢？都在这附近了。刚才我们的丁老师一直在做啊。谢谢丁真老师，不客气。谢谢丁 Sir。差不多可以了，回去吧。下播。哦，吃晚饭了吗？你们之后是在高温天养鱼嘛？等于是挑了一个最难的季节来养鱼。如果是过冬那段时间会比较轻松的。昨天我们都已经做好亏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你们没问题的，真的。我感觉你们只要经过稍微指导一点，事情都能做得非常好，真的。好吧，那我就接受你的表扬吧。确实是这样，有一种感觉很勉为其难的感觉。但我们老拿丁真老师开玩笑，但我觉得他是我们这里最有前途的，他真的是能干的，很有劲儿。你看，你知道那天为什么他会落水？他说他饿，早上啊，咱们是为了谦让大家，怕我，因为有一份炒蛋嘛，我早上胃口不好，他就全让给我吃很多。吃完以后，他在那里，哎呀，好饿。他刚跟我说完没一会儿，我就听到有咕咚一声。他想快点搬完，但没想到一加速就螺旋下苗。对。不过他成为老船员了，这老船员都不说了吗？标配是落过一次水。你现在是比我们都厉害。这几天什么感受？我感受很好，说实话，我觉得渔船真的很开心，就跟大家在这几天，就是因为我们也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要去实践一下自己的成果，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但是我们起码是发心是好的，就是希望能有所作为吧。我觉得肯定能够成功，你们感觉出来都是很有冲劲的做事情。我觉得我们13少年应该都是满怀信心的，我觉得满怀期待去做这件事。我们虽然知道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在某些方面还是很乐观的，是 OK 的，还是保持一个做好了正向的心态，正常的心理建设。对的。哎呀，这一敲一敲的，我蓝条要耗没了。你这蓝条有点短呢。等着，补给来啦！华莱士人气 No.1蜜汁手扒鸡，吃一口鲜嫩多汁，蓝条瞬间加满。炫口美味鸡腿堡，种地能量大到爆！我现在觉得自己强的可怕，这片地都被我承包了，有劲干活了。潇潇，我记得最开始我做 Excel 表格的时候，你在我旁边看，然后你说这东西难吗？你问过这个话对不对？咋了？我告诉你，它没有那么难，你想不想学？是我可以学，但最近我确实忙得很。我跟你说，潇潇最近有什么事情？先扩充猫笼，然后还要扩充狗窝，然后把菜做好，然后还要杀鱼、洗鱼、清洗鱼。咱们等会3个要不要讨论一下？就明天我们发布的任务，好的，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可以啊，可以啊。咱们要不边搞鱼边搞鱼边商量。我们拉了20袋那个碎石回来。
我帮忙了2袋，20袋1袋100，这就是1000公斤的。，1袋100斤啊得有。我试试我提不起呢，我一共就100斤。明天还得再拉20袋。我在帮什么？要不我就帮你一铲子一铲子铺好呢。人咱都忙不过来，是哈，厨房忙不过来了。今晚要开会，哥。我们可以先做鱼吗？我们可以去厨房开会吗？16号就要全部试菜了。还有个今天如果大家齐的话，我也想讲的就是说，我们之后我们餐厅需要大家帮忙，跟那个船长一样嘛，你把分工写好。对，大家一起参与进来，不然因为我们3个的确也是够呛，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大家的帮助。好，双拳难敌4手。我们的 IP 名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哎，心有余可以。而力不足。而力不足。哎，心有余而力不足。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 IP 不错的。我还有更好的，30而力不足。30而力不足，哎，人身攻击了。我觉得拿剑戳他，我觉得这个得要打一下。这不得哐哐戳他？哦，剑拿来。哎，林书记 ，Hello。嗨，你们好。Hello。是因为这样，因为您上次也开那个大会了嘛，在嘛，然后其实您就是我也说了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就是旅游体验优化这件事情。我们来这个岛不光是建设这个岛屿的旅游业，同时也是给游离在外的岛民们一个回家的理由，以及一个团聚的理由。其实我们也来这岛快1个月了嘛，会发现大部分的游客他们只会去天湖，或者最多再去个月亮湾，可能就1日游就走了。在岛上，其实他如果不逗留下来的话，其实很多当地的岛民们他们收入其实很难往上涨嘛，对不对？对。那我的想法就是说，尽可能比如说多设2个点，让他多在岛上逗留一下。所以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点？这样子哈，我那天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爬到那个听海上面去，我站在那边看，那个海鸟夕阳西下，然后海鸟觅食，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就像我们在听海上面，有沙有滩涂，然后有海鸟过来觅食，然后整个过来非常是漂亮。我可以走那边去看一看。可以。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全镇的一个修船厂。修船厂哦，修船的地方。对，铺场特别多，这里是修船厂，也是周期性的，可能它修好了就走了。对。它白鹤今天就没有哈。白鹭分大了，而且这个点该回巢了。它鸟语，我们在云鸟再往外一点有一个岛屿，面积不大，但是呢，它有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一个万鸟归巢。你可以从云鸟去看到吗？看不到，你要开车去看，那个非常壮观。那我们从这儿往上走吧。好啊。这些树都很多年了吧？几十岁了吧？一般都有40几岁了。叔叔，因为有些树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等于父母亲种下去来打家具，给孩子结婚打家具用的，所以一直留在现在。哦，那很有寓意啊，对，有故事。对。以前有听说有人自己家种银杏，小时候的时候播种，80岁的时候刚好可以吃，对，刚好可以吃，有这种感觉。我老家有，我刚出生的时候，我姥爷给我种了一个那个栀子花，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走了，那个树还在，对，那很有寓意，对，20多年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自己老一辈的给我们传承下来，就是这些杉树是给我们用了，原来是给我们的。对。
哇！哇，这个无人机飞一下绝美了，太漂亮了！哇塞！我打了你们1分钟，你们一定出来看一看，能治愈你们很多不好的心情，特别漂亮。火烧云，快！真的！哦，哇！今天去养鬼，这还哎，你怎么出来的？今天难道我受你的允许吗？反送走到反馈是，它比较像是一个修船。哇塞！我们刚刚吃完晚饭，军哥在这边弹吉他，司老师和龟龟还在聊工作，然后我们这边看到了特别美的火烧云。它这个作为一个特别需要慎重的是不同原因吧，所以中央目前手上正在对比的一个方案是在目前的工作进度是在查下方，就判断的他一直在招手。太漂亮了！这一段如果真的能在阳谷尾的话，我觉得拍照绝对绝美。快去我的夕阳观测角落，1、2、3，上！喂，差点有点扑下去的感觉。你别拉我可别，我好害怕。各位快看，粉色的。哇，祥瑞啊，这是粉麒麟。听到后面我在说粉麒麟，真的很美。这是我的夕阳观测角落，它可以通过这个树梢看过去，真的很漂亮，各位。粉色的，这边是我们的少年之家，还有哎，这位素，好巧啊，我有在拍你们。哎呀，奶奶，你吃完饭啦？看看我这台岛可漂亮了。你看这边我们这下面就是鱼排什么的，对不对？这都渔船，然后山都景可漂亮了。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哇，这里风景好好看呀，不想走。要走啊？就在留下。哇，那山顶上还有一个灯光。这天气下完雨没想到能这么好，早上哇塞那雨。你能想这么远啊？对，好远啊！你看大曼，我到很远，我听得很远。狗都叫了。你干啥呀？但你刚刚确定真的好远啊！第一个巨远，我感觉在我上海这我妈都听到，太远了。要回家。你我还思乡心切重啊！现在我们去我家乡，然后去看月亮，看星星晚上，真的很舒服。很多吗？星星？这星星算啥呀？这个只有1、2个，看不见。你没有看过流星吗？我都看腻了。从小都也吃腻了。
发现你了。哦，看见了。哎呀，很质量。少年丁。少年只有少年帅。哎，这歌词给他改了。古有夸父追日，现有少年养育。我们先给浩特打电话。浩特，涛啊，我发你一个开户行，你给这个开户行转个5000块钱，是我们那个买鱼的定金。可以啊，可以啊，现在就要是吧？对。粉色的。好，我现在转。我要给他们转钱，转5000块钱，去买水产，然后我银行卡取款密码我忘了，然后输错3次被冻结卡了。怎么会这么荒谬，黄浩特？那小荷包不能出吗？小荷包里现在只有4600。啊，我们没钱了。我们没钱了，又得赚钱了。涛，我输错密码了，我现在已经被冻结了。然后我的那个荷包里的钱也是4600，你这里能先垫钱吗？因为那个我们预算报上去了，然后很快就会打下来。我觉得涛现在在船上肯定很无语，他说什么呀？这个黄浩特什么东东啊？这黄浩特，他的卡被锁了。你跟他说，你是不是故意的？错了。是吧？我请问呢？我请问，我真的忘记了，不好意思。啊，你连我们上岛大家13个人的上岛纪念日都忘了，你真是该死。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听清楚，我头2次输密码的时候，他那个顺序给我乱搞，我才输错了的。哦，那还有3次机会呢？第3次我有2个选择，我赌了一把，50%的概率，我只是赌输了而已。这有错吗？我觉得拥抱风险是每一个创业者所需要必备的一个特质。好，你再说几句。就这样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那个小荷包的4600现在是可支配的吗？就是我拿走4000块可以吗？明天多久回来？那我觉得我们别的人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那个钱应该很快就到了，可能要么明天，要么后天，很快就到了。要么今天，要么明天。OK， 那行，那我反正那就跟他沟通一下，那我们就延后，我最晚后天能给到他。好，不后天来不了话我们就没有鱼了。明天一定可以吗？可以啊，不然回来你就等着就12个少年录节目了啊，等着啊。12个少年，我给你们同归于尽，就8个少年。好，明天我带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银行卡去那个柜台那边解锁我的卡，把它免冻结，然后再做这个事情，好不好？没问题。好，那明天见吧。那我先去处理我这个那个钱的事了。拜。压力山大。喂，你好，这个是杨老师的财务老师吗？哎，对，就是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家的财务把那个卡给锁了，就是他现在转不了钱5000块，那我们后天最晚能给到您，就是您方便吗？好的，我跟那个杨总也说一下，那这鱼苗就是留着是吧？对，您还是照常给我们，谢谢，我们是要的，真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感谢，可以没问题了。让他打给浩特，再跟他说，让他明天高低给整明白。浩特，那个我已经跟人家说，人家允许就是后天给，但你后天一定要给，尽快，最好是明天能给。明天拿着你的命，还有拿着你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去赶紧办清楚，好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什么？就是他让他赶紧把钱拿过来。是我们一共只有5500，然后要打5000过去吗？我们一共是有4600。那要400。赊账。赊账。怎么会这么荒谬啊？然后现在有一个比更要紧的事情，就是周报。你们的项目周报写的咋样了？咱们大家现在手里边不都有那个任务吗？大
大家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项目的时间节点给它就是写出来啊？你说项目时间节点加预算吧。5月16号是下周4，下周1可以先定个小节点吗？可以。下周1啊？对，那就2天后，再2天后之13号，就是周一是周报提交是吧？周一上午开集体会议，一上来开会，然后晚上或者说到下午下班时间，就是5、6点的时候把周报交掉。可以。周报咋写？有模板吗？大哥，你会你要为什么要什么模板？啊，我没有 Excel 模板。周报要什么 Excel？ 周报不用 Excel， 不用 Excel。周报是 Word 打字啊。啊？周报写备忘录都可以吧？我觉得。对啊，你去备忘录写，你最爱备忘录了，去写去。写周报，哥，你的项目要写周报。周报怎么写？我写完可以给你看一眼我的模板，你可以参考我帮你做的那个计划表，你可以用备忘录或者微信打字。写下来之后发给我，好的，然后我帮你贴上去。我可以现在坐到你的旁边，然后我们一起写一个，把它写完吗？我现在告诉你的情况。可以，太好了。没事，因为我们这边你也是第一周写嘛，然后写完之后，你可能心里也会更清楚，你之后就会更需要你。不，哥，你一定要进步，要学习。我会进步的。是这样子啊，这个东西你记不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写，你不能忘记这件事情啊。这就是你自己监督你自己的一个表。按照这个计划来看，过去这个第2周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一个是种植，持续种植，接着要把它改进掉，然后设计改造你的前院的墙绘，这些你都有在做嘛？那结束了，那你到时候周报上第一句话你就可以说你过去1周你完成了什么事情。5月第2周你要做什么？目标群体确定，选址测量，菜品选择优化，你是不是都做了？是不是做了？那你就写我上周计划做这3样，都完成了。有获得了什么收获？是不是可以写下来了？好的。然后接下来这上周结束了之后，下一周是什么？5月第3周，你看看你要做什么？目标群体确定，接下来什么？空间的规划与风格，那你就可以写下周我要做这些东西，是不是这周报就写出来了？你上周是春游，获得了一些感受与收获，对你的支教有帮助，获得小朋友的信任。下周开始，支教计划开始，然后我能说的笼统一点吗？大白话可以吗？可以。就是我直接发一段文字，我不要列点，可以吗？可以。行，我知道了。你说周报逻辑是什么？我过去1周计划做什么的？我做完了没有？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遇到困难的话解决了没有？我的困难就是我要做菜，这算困难吗？那你就写，你说你跟其他的项目之间产生了时间上的冲突，你需要学会如何去分配时间。哇。目前的情况下是，我觉得会有很多同学需要我去帮助他们，帮大家去梳理他们项目中的一些进度。我真的觉得，在你帮他们理清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头脑也会更清醒，他们自己也应该会看这个计划表，那他们就会对这个项目有个清晰的认知。哎呀，他这堆鱼为什么没拉屎呢？要不这样，你闻点姜会不会去腥？不是，这是给鱼去腥，又不是给我去腥。哎，其实真有用。哎，不行，我真的要不行了，扛不住了。来，你帮我剪开，我掏。那就拿手掏不了。我掏得了。真不行。真行，来给我。这样，我们流水线你把它剪开，我掏肚，你掏腮，怎么样？咱们分工合作。干这边仨，这边仨，掏1、2、3。我觉得他打捞的时间不对，这桶鱼全是屎啊，这里全是粑粑。我来吧，你做吧，我来杀。给我吧。不行了。来，我们合力来整。其实我还想了一点，你知道什么吗？你说。这个鱼肚长啊，我觉得有点浪费。哥是这样的，你说话我一会儿就不回应你了，行不？你不用回，我说这个鱼肚长是不是很好的肥料啊？咱们是不是给农当肥料？你觉得这想法？你一定要我说话。我来试试看。或者我来弄吧，你去吧。没事，我可以。没有，真没事，你去吧。你都不行了，我坚持一下。我完全 OK，你想瞧谁的？咱们来比拼吧。行。他是杀鱼有技巧的，我们得去学一下。我觉得杀鱼有技巧的，绝对是有技巧的。杀鱼大神，再大的鱼他都会杀，都会处理。哎，我做了熏黄鱼60%能翻车。那多好啊！
我觉得今天做容易翻车的怎么样？咱们就是先翻一下。哎，咱们要除了黄鱼还做些肉吗？我也觉得，因为那一天是吧？我那天说了呀，我那天就真是说了，我就说因为吃晚饭嘛，只做鱼是不是有点那啥？而且丁真还回来了。对他不吃鱼。丁真不吃鱼。丁说我弃权。没有，丁说那我吃泡面吧。我真服了。你帮我抠一下鼻子可以吗？右边。好奇怪的要求。我实在是痒的不行了。要求。我这边对，哎，你别动。哦，外边，我还以为你要抠里边呢。没。哎，对啊，爽了。哎呀，我真的。我还以为啥呀？抠鼻盖啊，这是。在那个这儿，就是拿纸巾。对，太好了，不是鼻盖，不是啊！哎，对。哇，潇潇，你做了好多呀！天哪，你就蔫不悄的干事儿，你不来叫我们一下子？潇潇，你就悄悄干事儿吧，你啊。干就完了。怎么？你是什么？干就完了，也不要颤抖。潇潇，你得干了有20条。才20条啊！我没有了。哎呀，那我在想，你说我不以后开餐厅可咋整啊？这么干这么弄习惯就好了。我跟你说是这样，咱们前天晚上就干这事，干这么久才这点玩意儿。徒手抓，就感觉有一股深入肠道，然后抚摸它的触感，挺刻骨铭心的。然后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去干活了。我这鱼没做，然后猫的扩展我也没搭建，我先不跟大家多聊了，再见。去给你干出来，今天必须做出来。还做啊，大哥？我接完说死我也得弄出来呀！你还做？晚上我还要订猫窝。我去，你今天不睡了？不睡了，体验一下熬夜的生活。还做？你做啥？就煎一下就好了。哦，做那个叫什么？香酥。香酥啊 ，OK。好的，然后出盘、中盘、上盘。上菜，上菜。这个我尝。还做？没有了。哦。吓死我以为那个。整点。哎，一会儿聊分工，去2楼找我去大猫窝去。咻猫。咻猫，我来啦！潇潇，嗨，你的炸鱼已经到了一个特色的级别，是吗？他们说，反正很多人的评价，当然我把它写到我自己那里了。他说是吃过最好吃的黄鱼做法。我非常爱这个味道，那真好吃。好吃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点，这真好吃。你们的一个感觉。这个炸鱼绝了，炸鱼可以上，炸鱼绝对可以上。香。反正还不错，来我帮你吧。 OK， 我想把它全拆了，然后就平铺一层，然后这是一个栅栏。我撕胶带，你铺胶。好的，分工可吗？好的。胶带组随时待命。收到。等一下。它这个胶带有点薄。它就是不行了，它现在就是想出来，就是忍不住了已经。可以，我理解，我想猫也这样。你贴好我再剪下次。太疯狂了，它又来了，彻底疯狂！你还聪明，你这个猫啊！我这边应该好了。还在做啊？马上。这猫已经疯狂了，它已经忍不了1天了。
可以，我能帮你做什么吗？也不知道。因为我这个都是自己找的活。我们先把那个聊了吧，这分工先把那个聊了吧。去，10分钟结束。可好。是想聊啥？我不就是就这几天分工问题和长线分工问题，以及毕竟这几天重点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方案设计，然后就是我们要找稿，然后第二个就是后厨因为菜我实在是忙不过来，确实是这样。设计好像也得马上交是吧？明天晚上不是说1个小时吗？他们1个小时跟我。其实是这样的，明天我们再聊设计，因为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的更多，然后明天聊以后再定。但是我觉得迫在眉睫的是16号。啊不，比如说我们去接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手机找，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分配任务，马上分配。就每个人找自己的风格，就这冲关大家对一对，这玩意儿就分配，到底看最后是什么风格。对，找风格，明日。我们要给到龟龟和马哥什么具体的方案？对，他们想要什么？其实你就是要厨房在哪，然后座位怎么分排，然后整个动线是什么样的。抽空1人交100。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在厨房我没这么进过厨房，要不你们俩教？我不会画，我不是很会画。那我辅佐你，因为我们都不会画，所以就1人交100，可以吧？行，那我试一下吧，来，反正就画就完了。1人100。1人100。好，16号之前鲨鱼。我可。我可以啊，都可以。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你明天几点回来？我们9点的船，上午9点多，我们应该中午应该就到了，中午以前10点11点吧。好的，到哪儿啊？从哪儿上岸啊？马祖啊。从马祖码头吗？啊。你们提前半个点告诉我们接你去。啊？好这种阵仗啊！我想要红地毯，可以吗？啊？我想要红地毯，求你了。红地毯可能是没有了，但是，明天我们看看吧，给你们准备点啥吧。飘香拌面。搞这些，哎呀，跟大不必，哎呦。提前半个点告诉我们，我们一块儿去接你。没问题，还有欢迎是整这些，哎呀，搞得好像很陌生一样。好，没问题。拜。好，那我们顺利结束。哦，明天回去喽。哎呀，太好了，鼓掌。为自己鼓掌。得喽 ，Good night。上微博点评少年们在海岛的表现，分享你的岛屿少年观后感。饿了是不？好了，知道了，我在弄啊，好，妈呀！哇，给你们看一下，哇，提下来了，太好了！他叫的那个声音刚才没有录到，我都快变成一只猫了。好吧，应该是最后一个视频了，今晚，晚安大家。这个东西它可以有椅子在里头，或者是吊带什么的，反正就是架子之间那些事儿。所以我其实就是我感觉做这个的难度会比较低，所以就是前2年一直没有直接上画。怎么了？你怎么还没睡？怎么这么冷？怎么还没睡？你不冷吗？我冷啊。你多穿一点。你们怎么先下来了？对，我马上睡了。有任何能够帮助你们的，说一下吧。情绪。我给你表演个特技。我在屋里。真是。可以了，大伙别跳了，一把年纪了再来。对不起。一把年纪还行。我了。没事的。真的很辛苦了。没有，做还挺开心的。帮马哥收拾，马哥本来就要收最快。哎呀，你们太好了吧？没有。真是。